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芹菜炒腊肉到底怎样炒才好吃？究竟是先炒芹菜还是先炒腊肉呢？很多人都搞错了。今天有空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芹菜炒腊肉的正确做法。这样炒出来的芹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而腊肉不柴也不硬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。这道菜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特别简单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半根广式腊肉，爱吃瘦一点的可以挑选瘦一点的，还有一整根的广式腊肠。我们先把腊肉还有腊肠放在盘里面，然后再上锅蒸10分钟，把它蒸熟。将腊肉腊肠大概蒸10分钟以后，接着关火取出来，稍微的晾凉一下，然后再放在案板上，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也不需要切得太薄，大概是硬币左右的厚薄就可以了。广东的腊肉它的味道是刚刚好的，不会太咸，但是如果是外地的腊肉，如果比较咸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采用焯水的方法，把腊肉多余的盐分焯水出来。将腊肉切好后，大概是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，然后先给它装起来。紧接着再把腊肠也是同样的，将它改刀切成一样厚度的薄片。将腊肠全部切好后，和腊肉给它放在一起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芹菜，我这个是香芹，如果没有香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用西芹。把芹菜处理干净以后，紧接着再将它改刀切成大概4到5公分左右的长段。将芹菜全部的处理好后，接着先用盘子给它装起来。主料和配料准备完毕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，准备几个大蒜，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，我们同样的将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再准备少许的葱白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把它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主要是搭配颜色。如果不吃辣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辣椒来代替。好了，所有材料准备完毕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增加底味，然后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花生油。在焯水过程中，油的作用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芹菜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我们用锅铲将盐和油给它搅拌均匀，等到水完全的烧开以后，接着我们再把芹菜给它放进锅中焯水一下。芹菜在下锅以后，再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芹菜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另外，芹菜焯水时间也不需要太久，大概是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，避免芹菜焯水过熟。我们将芹菜焯水1分钟以后，再用漏勺给它迅速的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接着再重新起锅，下切好的姜葱蒜，用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先把小料给它炒香，爆出香味。爆香料头在整道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爆香以后可以让整道菜它的味道得到更好的升华。将小料炒香以后，再把芹菜重新回锅，然后再立刻的将它调为大火，将它快速的翻炒一小会，把它翻炒均匀，将它炒出锅气。把它翻炒均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鸡精，一点点的蚝油。调味过后，再继续的开大火，把它翻炒几下，将它翻炒均匀。这时候我们再把腊肠和腊肉放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腊肉和腊肠给它炒出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
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真心感谢您了。因为腊肉和腊肠本身已经是提前的蒸熟了，所以这一步我们只需要将腊肉腊肠给它炒出锅气，炒香就可以了。将它炒香以后，接着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酱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开大火，将它快速的翻炒均匀，让所有的味道给它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水淀粉，勾一个薄芡，芡汁不需要太重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翻炒5、6、7、8下，把水淀粉翻炒均匀，把它炒出锅气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闻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。最后关火，将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芹菜炒腊肉就已经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芹菜吃起来特别的脆嫩爽口，而且腊肉不柴也不硬，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。而且经过大火爆炒出来的芹菜和腊肉吃起来特别的有锅气，吃着也特别的香，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酒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如果您下次也按照我这方法来操作，保证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里面还好吃的芹菜炒腊肉。最主要的是这道菜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看完视频的你都已经学会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的头像进去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喂，谁叫你欺负哥哥啊？谁叫你欺负哥哥？是不是你啊？欺负哥哥了？你是不是欺负哥哥了？你看你长大了这么多，以前还是小不点。打你欺负哥哥，